近段时间以来，印度在自己国内折腾起了不少的声势，不是试射导弹，就是曝光自家研制几十年的隐身无人机。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印度趁着大雪即将封山之际，前线两大精锐部队同时换帅，这又是要折腾哪一出呢？据印度斯坦时报在10月14日的报道称，印度前线的两大精锐军队第14军、第16军同时进行换帅。同时，这两名新任司令官也向前线部队下达指令，要求做好战斗准备。而也在当天，我国人民网援引的《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中，也指出，此次印度换帅更替人员一直以来都是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将领。有分析认为，此次换帅的人员情况也暴露出了印度军方鹰派将领已经成功借助国内舆论压制新德里处于弱势的求和派，成功走上台前。这也就代表着拉达克地区未来的局势也许会更加紧张。抛开其他部队的装备差距，比如空军远程打击手段、卫星网络、无人机等等，印度部署在前线地区的两支精锐部队装备与我国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我国在9月份官方展示过一款新型对步兵神器，可便携的机枪型榴弹发射器，高精准度、低后坐力，加上支持战术导轨设计，把我军火力不足恐惧症发挥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配合上一个轻量化技术，单人拎着就能跑，火力压制强大，还有高机动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换帅事件发生的几天前，印度国防部曾经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事件。当时多家印度媒体，包括今日印度、印度斯坦时报、欧亚时报等等，突然发现印度国防部在一夜之间将边境地区3年以来的所有事件报告、分析数据等资料尽数删除。这种反常操作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当时有相关人士猜测，印国防部的反常行为很可能是与新德里当局要求执行的军事改革有关。早在2016年底，新德里就曾经想要学习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发展印度制造，并精简部队的冗杂人员。当时新德里的方案是优先剔除印度军队中近15万的文职人员，将资金省出来用于研发。结果一晃3年过去了，这份精简方案始终不得寸进，印度军方的对于自己蛋糕的保护力度可想而知。在今年6月份，当时边境地区刚刚爆发的时候，印度军方的态度与新德里方面就出现了严重偏差。一边是军方宣称自己吃了大亏，是官方不作为不强硬；另一边是莫迪在公开讲话里表示中国并没有怎么样，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而此次将任由军方将强硬派的将领通通派遣到前线，未必没有借刀杀人的想法。